廣東揭陽4名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圍攻一隻流浪母狗和它的幼崽。據網傳畫面，他們反覆用棍棒擊打、戳刺幼犬，又將疑似易燃液體澆在母狗身上點燃。整個過程持續了接近3分鐘，還有人負責拍攝。6月30日，街東區歇亨鎮政府通報，4名涉事人員均已被送往專門學校教育。這段畫面最刺眼的地方，不僅是殘忍，還有他們選擇的目標。他們沒有攻擊能夠還手、報警和追究責任的人，而是選擇了一隻沒有主人、不會說話，也不知道該向誰求救的流浪狗。我們從小被教育要鋤強扶弱，但現實中卻經常走向相反方向。面對比自己強的人，學會忍耐、服從核實事物；遇到比自己更弱的對象，反而突然有了勇氣。這些孩子本身也是弱者，但他們為什麼沒有挑戰制造困境的強者，而是把暴力施加到更弱的生命身上？當然，並非所有弱者都會傷害更弱者，絕大多數人不會。這裡真正要解釋的是，當暴力尋找出口時，為什麼總是更容易向下流動？第一層原因很直接，反擊成本低。動物不會報警，流浪者缺少穩定的社會關係，拾荒老人可能身體衰弱，殘障者的表達和維權能力也可能受到限制。施暴者選擇這些對象，未必經過複雜推理，卻通常知道一個簡單事實：打他們，後果可能更小。所以目標並不是完全隨機的。共同點不在於這些对象更令人討厭，而在於他們更難反抗，也更少有人替他們追責。第二層是同伴表演，一個人動手，其他人圍觀、起哄、拍攝，暴力就不再只是個人發洩，也會變成群體中的地位競爭。誰敢做得更過分，誰就顯得更大膽。誰先表現出同情，誰反而可能被嘲笑軟弱。錄製過程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意味着施暴者不僅要制造痛苦，還希望這種行為被同伴看見。第三層來自成年人構成的等級社會，孩子不會憑空發明誰弱誰活該的規則。如果他們長期看到成年人羞辱窮人、驅趕流浪者、嘲弄殘障者，把動物當作可以隨手處置的物品，他們學到的就不只是殘忍，他們還會學到一套權力判斷人的尊嚴並不平等。有沒有人替你說話，決定了別人可以怎樣對待你。第四層是低成本反饋，第一次欺負動物無人制止，下一次就可能加重。第一次傷害更弱的同伴，只換來幾句口頭批評，施暴者便會得出結論，這種行為的真實代價很低。很多事件並非完全無人管理，只是管理往往在視頻曝光之後才集中出現。此前缺少發現，處理之後又缺少持續追蹤。暴力於是從一次試探，逐漸變成一種可重複的行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不能把揭陽事件輕描淡寫地歸為幾個孩子一時衝動。即使目前沒有證據證明他們事前進行了詳細策劃，但持續擊打、轉換工具、繼續圍觀和拍攝，也已經超出所謂幾秒鐘情緒失控的範疇。家庭監護、學校管理和基層公共服務可以解釋風險怎樣形成，卻不能抹掉他們在現場一次次選擇繼續施暴的事實。結構性原因和個人責任完全可以同時存在。4人未滿14周歲，也不意味着社會只能等待這件事自然過去。揭陽官方通報已經說明，4人被送往專門學校，家長也被要求落實監護責任。但通報沒有公開教育期限，也沒有說明是否進行專業心理評估，是否針對虐待動物、共情缺失和群體暴力制定專門矯治方案，更沒有說明他們回歸普通學校和社區以後由誰繼續追蹤。看到送往專門學校這幾個字，我想到自己之前做過的一期視頻，標題叫一位日本作家寫了一個中國正在上演的故事，成年人也被送去矯正，誰在販賣這個機會？那期視頻討論的正是所謂專門學校的矯正邏輯。當一個人偏離了家庭或者社會期待的軌道，機構先把他帶走，限制自由，再用高壓紀律、羞辱和懲罰，把他重新訓練成一個聽話、服從、可以被管理的人。如果揭陽這4名未成年人進入的專門學校仍然沿用這種邏輯，那麼他最多只能治標。在這種教育裡，孩子學到的仍然是權力關係，孩子可能會記住，虐狗會讓自己被抓、被關、失去自由，
卻不一定真正明白自己為什麼不能把一個更弱的生命當成取樂和表演的工具。這和很多成年人相信的孩子不打不成才沒有本質區別。懲罰代替了解釋，恐懼代替了共情。孩子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打，只知道誰擁有打他的權利，不知道行為傷害了誰，只知道下一次怎樣才能不被發現。最後被矯正的可能不是殘忍，而是施暴的方法。他學會避開鏡頭，學會不讓視頻流出，學會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繼續尋找更弱的對象。家長把教育變成處罰，把自己本應長期承擔的陪伴、規則教育和價值引導壓縮成一次把孩子送走的決定。所謂矯正，只是用更強的暴力暫時壓住較弱的暴力。等外部控制消失，原來的邏輯仍然存在。公眾真正需要知道的是，這些缺失背後有沒有一套能持續運轉的機制。假如處理只有一次送往專門學校和一句加強教育，卻沒有透明的評估標準、教育內容和後續監督，那麼保護未成年人就可能在實踐中異化成嚴重行為的低成本處理。虐待動物不能直接推導出一個孩子成年後一定會傷害人，更不能提前把他們宣布成未來的罪犯。但如此持續、主動，並且帶有群體展示性質的殘忍行為，已經足以成為需要嚴肅干預的風險信號。及時教育既是在保護動物和其他可能受到傷害的對象，也是在保護這些未成年人，避免他們在一次次沒有真實後果的施暴中，把殘忍固化成穩定的行為方式。一個健全的制度應當同時做到兩件事：拒絕人肉和私刑，也不能因為施暴者未成年就淡化受害生命承受的痛苦。弱者傷害更弱者，真正的原因是向上反抗的代價太高，向下施暴的代價太低。在這條不斷向下推卸責任的鏈條末端，是一隻沒有主人、不能說話、也無法報警的流浪狗。為什麼這種行為最終很難獲得明確的法律後果？因為中國並非完全沒有保護動物的法律，而是現有法律通常在動物涉及人類財產、食品安全、公共衛生或國家野生動物資源時介入。農業農村部2019年的官方答覆曾明確表示，中國尚未制定統一的反虐待動物法，並承認對於社會公眾普遍反對的殘忍虐殺行為，因為缺乏相關立法，難以進行有效打擊。如果有人殺害別人飼養的名貴寵物，法律可以從財產損失介入；如果有人毒死動物後用於食品銷售，法律可以從食品安全介入；如果有人傷害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法律保護的是野生動物資源。可揭陽事件中的狗沒有主人，也不是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更沒有進入食品市場。當一隻普通動物所承受的痛苦沒有被承認為一種可以獨立追究的法律損害，它就會落進現行制度的縫隙。再看台灣和香港，台灣動物保護法在1998年11月4日公布施行。現行條文規定，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故意傷害動物，造成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的，可以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處罰金。台灣和香港同樣存在華人社會、農業生產、食品需求和寵物管理問題，卻都能先畫出這條線。台灣法律也並非禁止一切動物利用，食品生產、科學應用、疾病控制、解除動物傷病痛苦和緊急公共安全都可以設置例外，但在這些場景中，法律仍要求盡量減少動物遭受的痛苦。香港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歷史可以追溯到1935年。條例禁止殘酷毆打、踢打、折磨、激怒或者驚嚇動物，也禁止通過不合理的作為或不作為令動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最高刑罰為罰款20萬港元及監禁3年。這些對照至少能夠推翻一個常見借口：動物用途過於複雜，所以無法統一立法。現實複雜恰恰說明法律需要分類、設立例外和明確執法邊界，而不是放棄確立底線。勞動法面對不同產業，反家庭暴力法面對不同家庭，未成年人保護法也面對不同地區。複雜從來沒有阻止法律宣布某些行為不可接受。農業農村部過去解釋，動物保護涉及行業發展、民族習俗、宗教習俗和倫理道德等多重因素，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工作。但所謂風俗差異，最多影響具體規則，無法解釋為什麼連不得以取樂、炫耀或者洩憤為目的，無故虐殺動物這樣的最低底線，
也遲遲無法成為統一規則。動物保護法不會自動帶來政治制度變化，更不能簡單推導出所謂民主化。它真正帶入公共討論的是另一種權利邏輯。一個生命即使沒有主人，沒有經濟價值，不能投票，不能舉報，也仍然擁有不被強者隨意傷害的底線。保護不應當只是強者根據你的用途和貢獻給予的獎賞。這裡真正發生衝突的是兩種不同的治理觀念。一種觀念更習慣按照用途、身份、財產關係和社會價值分配保護。你需要證明自己有用、努力、服從，能夠為集體做出貢獻，才能獲得更多資源。另一種觀念則要求承認，即使一個生命暫時沒有用途，不能創造價值，也無法組織起來表達訴求，它仍然不應當遭受無必要的傷害。這套邏輯一旦成立，受到約束的就不只是一群虐狗的人。他還要求企業說明勞動邊界，要求家庭承認妻子和孩子不是可以任意發洩的對象，要求公共管理不能因為一個人貧窮、流浪、殘障或者沒有本地戶籍，就默認他的尊嚴可以被降低。一個習慣要求弱者理解大局，卻不習慣要求強者說明權利邊界的社會，最難接受的恰恰是普遍權利。制度甚至不需要公開鼓勵虐待動物、家庭暴力或者欺負流浪者，只要權利邊界不夠明確，向上表達又缺少有效通道，憤怒就會尋找成本更低的出口。一個人在工作中不敢反抗老闆，回到家裡卻可以羞辱妻子和孩子；一個孩子不能改變家庭分離和生活環境，卻可以尋找不會報警的流浪狗。暴力就這樣一層一層向下流動。還有一種出口是把內部問題全部解釋為外部敵人造成的。生活變得困難，不再討論收入分配、住房、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只需要把所有矛盾歸結為西方打壓、美國敵視或者外部勢力破壞。最後，人們沒有看到真正決定自己處境的結構，只是學會了更加仇恨一個遙遠的敵人。中國當然需要一部能夠禁止無必要虐待、明確執法部門和處罰後果的動物保護法。但一部法律還不夠，還需要讓勞動者能夠帶着家庭生活，讓兒童不因為出生地失去平等公共服務，讓監護缺位能夠被學校和社區及時發現，也需要建立針對嚴重危險行為的評估、矯治和後續追蹤機制。更重要的是，讓每個人從小明白一件事：一個生命是否值得保護，不取決於他有沒有主人，有沒有經濟價值，能不能表達，也不取決於他有沒有能力報復你。揭陽事件不是幾個壞孩子突然傷害了幾隻狗，它暴露的是一個不斷把成本推給下一層，把責任留給更弱者，又讓暴力沿着權力等級繼續傳遞的社會。在這條鏈條的最末端，是一隻流浪母狗和它的幼崽，卻承擔了所有人向下推卸之後最殘忍的結果。